23、25加10，问我这数呢？这怎么回事？你这一遍一遍的，你看都是你，是的。行了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说多少遍了？听好了啊，要么走人，要么每个月房租给我加50%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咱不说好了我住3年吗？是说好了，可计划没变化快，是吧？您说现在什么不涨价，就这摊位多少人上赶着等着租呢？我那钱都给你了，你这合你非要轰我走是不是？哎呀，要不是看钱的面子上，你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。你要非让我走也行，你把那个还有几个月那个剩下的租金钱都退给我。你想什么呢？门儿都没有。哎，你怎么不讲理啊？那租赁不是咱俩商量好的事儿吗？你一个人说不租就不租了。你别给我喊租赁，你有合同吗？合同？你讲不讲信用了你？你怎么能这样？你这么无赖，那嘴还是不是嘴呀？我跟你说，你别给我说脏话啊！你少指我啊！我就指你怎么？你拿下去！我就指你了，高啊！抓我东西是不是？怎么着？还抓我！你动手是不是？动手怎么？什么动手？我只有动手，是不是？你动手！搬走了！你谁呀你？你干什么呀你？你干什么？停着！你有没有管？我保护你！你别管！停着！妈跟他讲理呢啊！你进去。姓胡的你儿子是吧？姓胡的你儿子，你等着啊！你等着！我等着！你等着！我文的武的都等着！都等着！咱可说好了，一旦发生什么情况，你们俩可得给我作证啊！这能发生什么情况？这事要是让我们家小水知道，那不掐死我呀！一天到晚就你们那小水，就你这胆，我就故意告他，怎么的？我走了。哎，老刘，这么重要的任务怎么能撂挑子？多大人了，你们家小水上哪儿知道去？这么绝密的行动，这差不多。拿来，什么呀？经费呀！哦，我出人我还出钱呢，没你们这样的啊！我干这事我得担多大风险呀？这个要求不过分。这还不过分呢？对，老刘啊，工作还是要做的。钱包，你钱包啊？什么意思？经费吗？你的工作要我的钱包，凭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马上就来了，一会儿贻误战机，你负责啊！早说呀！哎呀，谁让就你有钱呢你？我告诉你，人那陈老太太可是见过世面，一会儿千万别露怯啊！那个现金不够，刷卡。哎呀，密码多少5678，记住啊，5678。先生需要点什么？哦，给我看看，你一会儿等老太太来了，你再点了啊。算了，姑娘啊，就一杯红茶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就不给他买，馋死他！哎，你们都什么朋友啊？啊？哟，来了！来！快！你干嘛去？啊？别慌啊！请问您是叶先生吗？啊，您是陈女士吧？啊，是。请坐。哦，好。叶先生真是气宇不凡的，一看就是当过领导的。当领导不敢说，就是坐了几十年的办公室。两位要点点什么？啊，女士先来吧。你们这红酒都有什么年份的？女士真是行家，我们有从法国波尔多直接进口的82年极品，绝对正宗。那就来一瓶吧，82年的。啊，好，来一瓶。真干净。冷静。好，叶先生，咱们慢慢品尝。最好给我省。徐先生你认识吧？他打电话让我来的。认识，我们还算比较熟悉吧。他这个人挺热心的，年轻的时候，按现在的话说，也是个帅哥，很讨女孩子的欢心。不过呢，也
是因为啊，犯了点这个生活作风问题，差一点儿。年轻嘛，哪有这么说的？不走点弯路？静，他说的倒也不是实话。能按照我这样的高标准来要求他呀，是不是？哎，我的，我管了，我生气了。谁你不给我点？一会儿那胖子来，咱就报警啊！一报警，警察就来了。警察一来就把坏人给抓走了。坏人，对，他就是个坏人。我坏人，咱们不是坏人，他是坏人。警察就专门抓坏人的。警察，然后就他，就他动的手，就他。你好，同志，是你动的手吗？是我动的手。抓坏人。陈律师，咱们就开门见山吧。我呢，是跟子女住在一块儿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啊，我的子女哈，他对我们在一块儿，他不是很理解的话，我能不能和你住在一起？原来领导干部家也有难念的经啊！啊，您这样直接啊，真是让我没有想到。直接点好，咱们都是这个年纪了嘛，是不是？搬到一起住啊，哎呀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哦，好。哎，老弟，好久不见了。哦，老柴呀。哎，还说呢，昨天到你们家去慰问，你正好不在家。哎，吓坏了。这位是？一个朋友，朋友。哎，完了，怎么不能熟人呢？这回是真出事儿了。冷静，没事，别来讲到水来土掩。翟主席。叫老翟就行。翟主席，刚才我们还聊到他的爱人去世这么多年了，你还到家里慰问，哎呦，真……哎，这位是……哦，这是小崔，哦我们刚结婚。哦。那你们聊，我们就不打搅了。好。哎，再见。隐蔽。好悬呀！你认识？不认识。你认识他吗？我也不认识。那躲什么呢？对呀。这边对。这迷糊。平子，你先在这坐着，一会儿侦查就来了啊，哪也别去啊。妈，听妈话。老刘，行，小心点，晕死我了啊！哎，这是不是快到家了呀？我看你是快喝到家了，离家还远呢。来，走，我扶你，咱们走。哎，我跟你们俩说，这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，你们俩真可得给我拦着呀！拦谁啊？拦你们家辣椒水啊！哎呀，不是辣椒水又是谁呀？我跟你讲，不用怕啊！你今天干的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儿，咱不怕。这是啊，冒多大险呢？怎么了，老刘？对呀，怎么了？不行，这酒太难喝了，我要吐！别，千万别！忍住！酒怎么会难喝呢？忍住啊！你这个体会一下，你就当你身在巴黎，田野之间，喝着法国刚。我感受不到我在巴黎，我现在唯一的感受就是晕头转向。那就算了，别让他感受，就让他吐。钱算什么？我花的钱。你花的钱不行，谁让他这么没出息？你倒是剩2口给咱尝尝啊！这么贵的酒，一个人全喝了。要不我吐你嘴里，你这就不浪费了。别恶心！哎呀！下来！下来！老宋，王八蛋！不，老宋，你都骂上人了，你怎么？骂的就是你！就是你们，有你们这样的吗？啊！说好了给我爸介绍对象，有合适的了，他拿下了。就是。事情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，误会了，就是误会。误会！我们俩谈得好好的，他横插去干嘛？他算什么东西呢？哎呀，老同志，你真的是误会了。得了吧你啊！你还有脸说呀你？
你家里有老婆，你还勾引别人家的？就是。太不像话了！你想给我爸戴绿帽子是吧？啊！我打你呀！别挤我，你给我让在这儿。3位老同志，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为了这种争风吃醋的小事儿，大白天的当街打起来，这影响多不好啊！我们这是见义勇为，这当街打架跟见义勇为连不上吧？警察同志，我们警察同志没通知家属吧？您想让通知吗？不需要，不需要，不需要。真的，警察同志，我现在是完全彻底的了解了窦娥的心情了。咱先别说古人了啊，您说了这么老半天，还没切入正题呢。其实这个事儿啊，我一说你就明白。这个老宋确实跟陈老太太2个人在谈恋爱，而且关系一直处得不错。可是他们儿子大宋2口子一直对这个事儿持反对态度。突然之间，哎，这俩孩子对老宋和老陈谈恋爱的事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。你说这事儿奇怪不奇怪？您发现了什么问题？问题是，陈老太太太有钱了啊！我告诉你，陈老太太条件好的出奇，而且出手之大方，我都目瞪口呆啊！更加奇怪的是，你说要是这么好的资源，我敢说，方圆几十公里不可能逃过薛二海的眼睛啊！为什么他一直没出现？而且单单在这时候出现，更加蹊跷的是，他明明跟老宋是谈着恋爱，为什么还要来我们婚介所登记，还要跟我们的会员约会见面呢？我就怀疑他是骗子。哦，您担心他是骗子？当然了，我们夕阳红婚介所那口碑是相当好的，我们是专门为老年同志排忧解难的，我们不能出任何问题啊，所以我们才安排老刘去跟他见面，目的就是想等他露出马脚、现出原形，当场赶他抓获，送到公安机关。结果我还告诉你。刚见面没多大一会儿，这陈老太太果然露出马脚，她要跟老刘借钱。你说这不是骗子吗？我们正准备将她抓个现行，报警呢。嘿，我们还没报警，我自个儿倒给抓进来了。你说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？这太不到位了，这个。哎，怎么着？害怕了？小宋。你真的是误会了。行了，我误会，我都看见了，我误会了。不是，我干嘛要跟那个陈老太太谈恋爱呀？你是不知道，我老婆长得可漂亮了，而且我们很相爱，我为什么要去和一个别的女同志谈恋爱呢？我这不是丢了西瓜我捡了芝麻吗？来，你就在这儿写。来，你们仨跟我来一下。哦，我们3个。对，你没事吧？他们没打你吧？哎呀，这位吕同志，你好。如果你要是写完的话，能否把笔借我用？这坏了。啊，好，谢谢。您这是打架？哦，你一个女同志。女同志怎么了？女同志见坏人就不打了？哦，属巾帼不让须眉那种。见义勇为。那我们几乎是一个性质。不是你这人真逗，谁跟你们一样啊？你们是什么呀？咱们性质不同，我是见义勇为，你们那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好意思说吗？啊，我们应该算是勇斗流氓歹徒。别往脸上贴金了，还勇斗歹徒呢？你们是什么？你们那是流氓行为，别以为我不知道呢。哎，你这个同志，怎么这么说话？
谁流氓啊？我们是香红老娘婚介所几位老同志勇斗歹徒。那香红婚介所，你们是以介绍对象为名吧？耍流氓，集体流氓，你们好几个人一伙，你又不知道呢。还有刚才第一个走那个，第二个走的，加上你仨。哎，你这个女同志，你怎么颠倒黑白？你调查研究了吗？还用调查研究？刚才当事人都在这呢，以为我听不出来，一听就是一群流氓。你这种人不可理喻。你才不可理喻呢！你开什么我比呀？你怎么着就哎，什么人这都是？怎么还打人？打架是要成本的。妈，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哪来了？是看看你这学弟我们家小姐不多的事，就看见你们家。刘经理，可是你当想过你啊？搞对象，你搞害死我！说误会，说误会了，老刘不让说了。哎呀，别太痛了，小哥。给，这老流氓，媳妇来抓来了吧？英子，冷不冷啊？梅兰回来了啊？没事了？没事，快上。没事了吧？没事。检查这多大个事儿？他欺负咱还检查，咱告他去。没那功夫，现在报亭干不了了，就赶紧想其他辙了啊！回来了。嗯，老郑啊，你先带孩子进屋，我跟美兰说点事儿啊。好啊，平子，咱回去。哎，我跟你说点事儿，小云呐怀孕了。怀孕了？你没看错吧？我是祖传的老中医，在厂卫生室啊都干了几十年了。这个喜脉我还看不准。这个没心到，没心到，就是不可我，熊孩子，千万别着急啊！既然这样了，就让俩孩子结婚吧。他们从小一块玩长大的，也算是青梅竹马了。四哥，这事儿你千万别跟街地方说，你说我是丢不起这人，啊！你放心，我是不会说的。不过这事儿瞒是瞒不住的，除非你对小云不满意。没有，我一直把她当成亲闺女看。关键是，你看这刘平，我刚刚找了一家医院，要花一大笔钱，报亭现在又干不了了，刘华还不争气，你这时候再添一人口，我真是我死心都有了，我真是。别着急，从脉象上看呀，小云这孩子身子弱，经不起折腾。这头胎就是不要，万一今后落下什么，哎，别怪四哥嘴缺德，咱们当老人的就得想到这一点儿。哎呀，这叫啥日子？这是！你是家里的主心骨，在这节骨眼上，你千万可别乱了啊！行了，先回家吃饭啊，吃完饭咱们再慢慢商量啊。行了啊。听见没有？哎呦，结婚啊？马上就结。不行，妈，什么就马上就结呀？你这我才多大呀？你让我结婚呢？你这不能把你亲儿子往火坑里推啊！谁是火坑？啊？谁是火坑？我看你是火坑，你是一个大火坑。你们俩全都别着急，华子，你跟小云结婚是你的福气呀，你怎么倒不乐意了啊？不行啊，说什么我这婚也不能结。你说多好的儿媳妇儿啊，又懂事又能干。本来上学吧，人家小云可以上的，把机会让给她了。你瞧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，你还手哎呀，你还别老动手行不行啊？小华，你上大学这学费是你妈拿的，啊，生活费和你那电脑，那不都是小云给你挣的吗？这是两码事儿啊！结婚是结婚，上学是上学。妈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是不是？你不能包办啊！这谁包办了？你看，你发那么大火干什么呀？这是？你看你这意思，我要不结婚，你这还不要我呢，是吧？哎，对了，我还真就不要你了。我少一个儿子，多一闺女，我还多一大孙子，我不赔本儿。小云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你喜欢哪种类型啊？你说说我听听。
你不喜欢人家，不喜欢人家，你跟人家怀孕，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这是！哎呀，这掐破了。你还是个男人吗你？大学毕业都2年了，你说你也不出去找工作的，整天在家里这么啃老啊？你这小云瞎了眼了看上你了，要是我闺女这找你这样的，我打折她腿。哼！哎，没来啊？嗨，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呀。就是你，四大爷他都快生孩子了，在我眼皮底下你干出这种事儿来，你就考虑你自己啊？你怎么不考虑人家小云呢你呀？干嘛呢？您这是？行了，妈，你说的都对，好不好？不是小云配不上我，是我配不上小云，行了吧？嘿，这说了半天，你还没表态啊？哎，听孩子说完啊。不是，我是这么想的啊，不是，咱别动手了，行不行妈？啊，咱有事说事儿，我同意，好吧？但是我觉得这结婚的事呢，咱可以先往后放一放。什么往后放？你什么脾气？你听我说完行不行嘛？男人嘛，是不是？你就得先有事业，然后你再能成家。想创业是不是？对呀，你看我是这么想的嘛，你先听我说啊。那四大爷您也听啊。我是想呢，你看小云呢，在这个服装厂上班，有这个裁缝这手艺。我呢，大学里边学就是市场营销。你说我们俩如果钱两手啊，干个小买卖，做个小营生。这以后你说这钱多了，那日子不越过越红火吗？你可以卖成衣啊，小云这手艺可以给客人量身定做，是吧？你这大孙子以后也有保障啊，你说是不是？说的也在理儿啊，有点意思，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嘛。是啊，妈，你说呢？啊，这事儿得从长计议。哎，你看我是这么想，我外边先盘个店，是吧？不过，你要盘个店还没那么简单，这是一个挺辛苦的事儿。你像现在你整天睡懒觉就不行了吧？不，打那个游戏机也就不行了啊。我都记了。就是你是每天就起早贪黑，那就披星戴月，这是工作就得是。没问题。进货呀什么，就是你都得安排好了，你不能老这样了。这都没问题，就得按正事儿干。我都想好，那肯定咱自个儿家买卖嘛。衣服做好了卖给谁，这都得事先想好了。主要是款式好了，肯定有人买。就是这店开起来，你必须对人小云好，你可不能。那必须的，那我肯定对小云好。不对呀，这不说你结婚的事儿吗？怎么说起开店来了？不是，他说到这儿了，你看我让我是不是？没有，让我是不是？没有，说结婚的事儿呢。哎呀妈，你看你。喂，老板，又来了一个，跟上回那不一样。我看清楚了，真看清楚了，真不一样。我知道了。老杨，你等着。哎呀，唱得太好了！来，喝点，边喝边唱。这首歌你们俩合作的绝对是天衣无缝啊！真的，一个老师一个教授，哎，男绿婚女嫁，你们这就叫绝配啊！来，老杨，跟那个黄老师趁热打铁，再来一首《甜蜜蜜》。黄老师，老杨这首歌唱的也相当到位，真的。走。你笑得甜蜜蜜，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，开在春风里。在哪里见过你？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好，真好。我说两句。我刚进来听到了，唱得非常好，非常好听。你看这个地方，卡拉 OK 大包房啊，纯天然的。介绍一下，我请来的朋友，
女朋友啊？你怎么能又换人了？大直啊！你闭嘴！老花头，我知道你心里想说什么啊，我清楚得很。老花头，你了解吗？我给你讲一下这个人啊，这个人平时呢就是保个媒、拉个线儿，然后凑到女人堆里边啊。老杨一定是他给你介绍的，对吧？大姐，我跟你说，你上当受骗了，你怎么能那么傻呢？你能不能有一点教养？对不起，跟了您这么多年，您只教了我，却没有养过我，请容我做个自我介绍，好吗？大姐，我叫杨大直，我是老杨同志的儿子，老杨是我的父亲。我从小呢就生长在这个院里，在这儿生，在这儿长大，也就是在这个院里，让警察给我戴上了手铐啊，把我送进了监狱，这就是我。请你出去，请你出去！凭什么呀？这儿也是我的家，我还想搬回来住呢。我知道你别生气啊，我知道你不待见，你特别的讨厌我，不管你讨厌不讨厌我，你不能讨厌我妈妈。我原本想着，真的，我想着老杨特别的孤单，可是我真是大错特错。您怎么能孤单呢？啊，有那么多别有用心的人陪着您，您怎么会孤单呢？不管你们讨厌不讨厌我，我把我妈带回来。我呢，就是想让您二老见个面。应该是个高兴的人，不应该说这些。大姐，你看，既然这儿有卡拉 OK， 还有我妈，您那个能不能为我妈献上一首歌？你就唱那个。Goodbye, my love， 我的爱人，再见。大直，不好意思，老杨，我先走了。对不起，抱歉。黄老师，我送了你。这么好的歌都能唱，哎呀，什么歌呀？喂！谁知道出来之后遇到了老宋的儿子儿媳，误会之下厮打起来，然后就进入派出所接受进一步的调查。如有不实，甘愿接受法律的严惩。当事人刘建业。老婆，你再审查审查，跟在派出所写的一字不差，连标点符号都一样。这件事发生的太突然，我又来不及跟您请示，二海和老杨都可以作证，我的的确确是被冤枉的。电话呢？还敢让我打呀？我打。给谁打呀？你那俩狐朋狗友啊？哦。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二海关机了。老杨呢？儿接呀！哎呦，串通好的吧？老婆，我没有串通啊。是没串通呢，还是串通了没串好啊？是没串通好，不是，我根本，哎，把
拖鞋给我拿过来。坐下。把衣服给我穿好了。小心给我冻感冒。围巾给我围好了。我的衣服啊。把衣服穿上。哎，好，老婆你别生气啊。瞧这家打的，半年的租金都成了医药费了。冲动是魔鬼啊！是魔鬼。行了，咱不说他了。想打人，还想打人呢？打我自己。美兰，你就听我劝吧，打工也不是丢人的事儿，好歹每个月都有进项啊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那儿呢，每个月的底薪是1500，还管2顿饭啊，而且这活儿也不累呀，洗洗涮涮的，主要是咱俩还能在一块儿，多好啊！我去你那儿，我那2顿饭是有着落了，可我家瓶子谁管呀？可有人上赶着管啊！你说谁呀？老郑啊？是啊。哎，老郑啊，对你是真够痴情的。自打你们家老刘去世，你说你们家那个大大小小的事儿，人家都够上心的，人对你真的是诚心。你对我也够诚心的，我看你是诚心的气我。你怎么这么说呀？本来就是，你瞧我们家这情况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还有心思想这事儿。2个儿子，刘平傻，刘华什么也不干，整天游手好闲的，就知道啃老。他们俩我得照顾吧，再添个老头，我照顾得过来吗？就算人家不用我照顾，那我平白无故的给人家添累赘，这事儿我也干不出来。那你就再想想，啊。你喝口水吧。这就是你们成天鼓捣男男女女的事儿的地方。都干了好几年了，你又不是没来过。这都什么事儿啊？啊？花花绿绿、猫猫狗狗的，这完全就是个幼儿园嘛！可笑，简直是幼稚、滑稽，是。妙手回春，妙手回春，这是医院呢，这是，太有意思了，真是，也就徐二海这种人能喜欢这种地方，无聊，低级趣味，哼！你喝口水。你说你受党教育那么多年，你就这么自甘堕落，你就那么愿意跟徐二海跟老滑头搅和在一块儿，我都替你感到羞愧，你不觉得羞耻吗？啊，你不觉得寒碜吗你？我今天要看你，我非问问他不可，是何居心，非要把你整得身败名裂？是，他居心不良，他这个人有问题。我今天我饶不了他。徐二海，你给我站住！老滑头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徐二海，你个老滑头，你给我站住！老杨，开门！你这洗的慢呢你啊！快，赶紧跟我上老刘家一趟。哎呀，二海，你说大侄刚闹那么一出，我哪还有心思出门呢？没心思也得去，老刘家都已经火上房了。快！火上房又能怎么着啊？大不了挨顿打，他以前又不是没挨过。挨一顿打没事，问题是快打出人命了。快，赶紧走吧啊！二海，你总得让我穿件衣服吧，这样去成何体统啊？哎呀，就你事儿多，快立马到位啊！我等着你。哎呀，
老杨，老花头的问题我不想再谈了。现在咱们就来谈谈你。终于轮到你了。你本以为你们老哥仨，你是最靠谱的一个，没想到你也让人这么不省心。是因为所有的主意计划都是他弄的。我自己有判断力，不用你插嘴。你当然明察秋毫，坏记性。老杨，你跟老刘也算是老朋友了，你说你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老刘就这么堕落下去？你，老杨，你就不伸手拉老刘一把呢？弟妹，你刚才这几句话，确实非常感人。我和老刘还有洱海，我们情同手足。这些事儿呢，可以说很复杂，但又不复杂。弟妹好像困了，那我就长话短说。其实老刘呢，是在做好事，这个好事做的也是，其实都是他干的，主意都是他出的。不说好你都怎么又奔我这儿来了？小孩，我就知道是你个老滑头，就是你给我们家老刘出的馊主意。你摔疼没有啊？啊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你让他去跟老太太谈恋爱啊？我成什么了？我们家名誉扫地呀！这话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！我不活了！我干嘛不活？我要好好的活着。我要是一死，我们家老刘不就更肆无忌惮了吗？哼！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哎呀，我求你，你就别说了，好不好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说你们见义勇为，为民除害吗？我不相信，但我相信党，相信人民，相信我们伟大的祖国，相信派出所。派出所的决定出来之前，我们家老刘不许踏出家门半步。这样好。走啊！走，这就走。好自为之。说，为什么不能好汉做事好汉当？老杨，辣椒水对你还有点好印象，你就认了吧，换我他就疯了。哎呀，就剩下一个好印象了，也让你给毁了。你说你对得起那锦旗吗？啊！我看看你是怎么妙手回春的。锦旗有什么关系啊？哼，我就是能妙手回春。星期一，女，年龄50岁左右，身高1.6米，染着个头发，穿了一件大红色的对襟棉袄，但是容貌不错，所以老爷子在里边逗留了2个小时。星期二，女，年龄55岁左右，身高也就1.5米，还巨胖，那身子跟汽车轮胎似的，所以老爷子眼光不错，半小时就给打发出去了。不要评论，就说主要的。星期二，也是徐二海陪同的。星期三，也就是今天，年龄是……这个我见了。老杨现在在哪？我看他跟徐二海进婚介所了，我就赶紧跑来向您汇报了。又去了啊？老杨什么意思呀？我刚给
我刚给他来一出啊，你说他怎么不知道收敛呢？老板，您别急，老板您别急，激动了。是这样，根据我的经验，男人怕什么呀？男人最怕就是动真情啊！您想，老爷子们一天见一个，换衣服都没换那么勤的，所以您怕老爷子跟谁动真心啊？而且我跟踪老爷子这么多天了，基本上是一天见一个，以这个频率来看，不像是正经八百谈恋爱的。所以只要老爷子继续这么不专一，哎呀，老板，反正您放心吧。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。一天见一个是不专一，那也不能放松警惕。